乌连环打击深入俄境，炼油厂、输油管道、铁路枢纽接连爆炸。俄军前线遭重创，红军城突击反成陷阱。乌军收复多地，坚守要塞，俄无人机围堵民生通道。克里米亚再被炸，乌军猛击俄黑海护卫舰。冬季大战临近，捷克承诺援乌180万发炮弹或扭转战局。欧洲火力全开，乌军迎来弹药风暴，俄军纵深防线承压升级。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深入打击持续升级。8月29日，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奈托波维奇村附近的一座线性生产调度站，引发爆炸和火灾。该调度站由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 Transneft 运营，承担通过主输油管道向俄军输送柴油的任务，年输送能力约为1050万吨。此次袭击严重扰乱了俄军燃料供应。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证实，袭击行动已完成，俄罗斯方面的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此次管道袭击进一步打击了俄罗斯支撑战争的能源系统。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军方8月28日通报，乌军无人机当天成功袭击了俄罗斯2座大型炼油厂，分别是位于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斯基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古比雪夫斯基炼油厂建于1943年，隶属俄罗斯石油公司，年炼油能力达700万吨，占俄总炼油能力约 2.5%。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年炼油能力625万吨，占总量约 2.2%。当地居民描述听到连续17到20次剧烈爆炸，卫星照片显示至少2个油罐被击中燃烧。据悉，过去2周，乌军已袭击至少12家俄罗斯炼油厂，造成俄罗斯炼油能力损失约 23%， 仅28日单日空袭就导致 4.7% 的减产，这导致多处能源设施停产或半停产，甚至波及有益输油管道这一欧洲石油供应的关键通道，令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依赖俄油的国家深受影响。另外，俄罗斯国内的汽油价格也因此大幅飙升。另外，8月28日凌晨，乌克兰情报总局特工潜入莫斯科附近的特维尔地区，在铁路油罐车下安置炸药并远程引爆，随即引发剧烈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火球，火势迅速蔓延至整个车站区域。据称，特维尔不仅是俄军重工业集中地，更是连接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等重要城市的铁路枢纽。此次受袭无疑将对俄军后勤和运输网络造成连锁冲击。事实上，乌克兰近期已针对俄境内近10条铁路线展开破坏行动，此番行动更是逼近莫斯科腹地，显示其特工在俄境内的渗透和行动能力正在增强。与此同时，俄西部奥廖尔地区也在昨夜传出爆炸与火光，当地情况仍在确认之中。在遭受重创后，俄方随即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当地时间28日夜间，俄军一口气向乌境内发射598架无人机与31枚导弹，袭击范围涵盖居民楼、学校，甚至波及欧盟驻基辅领事馆大楼。此次攻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基辅市政府随后宣布全国哀悼日。国际社会虽普遍予以谴责，但仅停留在口头层面，未有实质行动。乌方连月对俄境内炼油设施与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对俄军的前线补给造成严重影响。远在远东的萨哈林地区，当局被迫宣布暂停向民用车辆供油，街头出现无车可行的异常景象。这意味着俄军重型装备的燃料短缺正逐步浮现，无法支撑大规模攻势。俄军在前线的攻势也明显放缓。在苏梅前线，乌军在萨德基村附近反击成功，收复约 4.51 平方公里领土。哈尔科夫方向，乌军从西侧边境回撤后重返沃夫恰河北岸，而俄军则在南侧接近沃夫恰河南岸，前线移动幅度有限。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第225突击旅出动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向米尔诺赫拉德方向发动进攻，第155旅则出动豹2坦克清剿潜入矿工区的俄罗斯特种部队。其中，第155旅小分队在舍甫琴科村全歼一支身着乌军制服的16人偷袭小队。
另外，俄军摩步第132旅突击队原本打算通过快速穿插给乌军制造压迫，没想到自己反而陷入险境，成了馅儿。他们采用小组多路突击渗透战术，一口气挺进18公里，直达红军城东北的多布罗皮利亚地区。回顾历史，俄军特种小队在复杂地形和隐蔽通道中渗透的战术曾屡屡奏效，给乌军造成麻烦。但这次红军城战役的情况显然不同。乌军虽然之前存在指挥层信息断裂的问题，总司令谢尔斯基要求所有战损超过30%的报告都必须先经过总统办公室审核，甚至还配发正能量话术模板删掉敌方坐标，导致红军城防线一度空洞，但他们仍保留了核心防御力量。红军城面积约29平方公里，战前人口约 6.1 万。相比之下，俄军在2022年取得的马林卡和巴赫穆特胜利面积更小，但造成的军事效果显著。专家指出，俄军2025年夏季攻势为历史上伤亡最高、领土收获最少的进攻，攻势可能在9月秋季翻江期后接近顶点。哈尔科夫方向，乌军第58独立摩步旅在侦察中发现，俄军曾在某座军事运输桥底预先埋设 TM62 反坦克地雷，以备紧急时自毁撤退。结果，乌军直接引爆了这些地雷，替俄军提前完成了任务，将这座桥彻底炸毁。在扎波罗热州，乌克兰武装部队收复了米尔内、索博利夫卡，并逼近拉德基夫卡。在小托克马奇卡附近，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抵御了俄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与此同时，在赫尔松地区，有视频显示，俄军防线再遭纵火攻击，具体损失情况还不清楚。基辅内幕则披露，俄军正在赫尔松地区实施世界首例无人机围攻，每天出动30至80架 FPV 自杀式无人机，对赫尔松尼古拉耶夫高速公路上的任何目标进行打击，意图切断该市6万平民赖以生存的食品、燃料与药物运输线。这场无人机战争不仅锁定过往车辆，甚至连救援车也不放过。俄方还在公路两侧农田投下燃烧弹，毁坏即将收获的庄稼，被当地人形容为人类狩猎。迫于压力，乌克兰政府在8月26日被迫关闭这条高速，赫尔松与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及其他地区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为应对袭击，乌方尝试以无人机隧道、便携探测器等手段保护通行，但市民急需的物资仍难以及时抵达。战争进入第4年后，平民的伤亡早已无法用误炸或附带损失来解释。乌克兰舆论直指俄军正以暴力和恐惧刻意摧毁乌民众的抵抗意志。在战火的间隙，一则换服中的小插曲却带来了温情。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8月14日的换服行动中，包括51名平民在内，共84名乌克兰人获释回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6岁的士兵斯坦尼斯拉夫·潘琴科，他不仅带回了自己，还带回了一位难友，一只名叫米申科的小猫。斯坦尼斯拉夫2019年在顿涅茨克被俘，此后在马基耶夫卡第32号监狱度过了7年。在那段黑暗岁月里，囚犯们收养了这只流浪猫，将它视作精神寄托，还为它做了一个写着猫之家和米申科想去波尔塔瓦的小包。大家约定，谁先获释，谁就必须带走米申科，让他获得自由。如今，这一承诺终于兑现。换服现场，斯坦尼斯拉夫怀抱着仍然存活的小猫走下大巴，令医生们惊讶不已。在波尔塔瓦，他与米申科一同接受康复治疗，慢慢修复长期囚禁带来的身心创伤。斯坦尼斯拉夫动情地说：“我不能丢下它，它是我们大家的猫。”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及俄军纵深目标的打击也正在显著升级。最新消息显示，克里米亚新费多里夫卡萨基机场附近再传2起爆炸。当地时间8月28日晚，乌克兰情报总局通报称，乌军成功击中俄军一套 S-400凯旋防空系统，并摧毁了关键的 91N6E 雷达，现场燃起大火，并伴随剧烈爆炸声。乌克兰在黑海战场上也取得重要进展。近日，俄乌分别对对方舰艇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情总局于8月28日通报，
其特种部队幻影在亚速海东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塔曼半岛附近的杰姆留克湾，对俄军一艘豹图 M 级轻型护卫舰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该舰右舷受损，被迫离开相关海域。乌方同时发布了相关视频。豹图 M 级轻型护卫舰是俄罗斯海军一种小型水面战舰，满载排水量仅950吨，但装备有海基口径巡航导弹及多种反舰、防空和反潜系统。在本次袭击中，该舰的雷达系统和舰桥受损，虽然仍可依靠动力逃离，但开源情报显示其已无法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该舰在俄军对乌空袭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黑海舰队受损后。据乌军总参谋部的战报，在过去4天内，乌克兰共摧毁了17套俄军防空和雷达系统，其中包括4套 TOW-M2、3套 Pantsir-S1、2套 S-300、1套 S-350、1套 Buk-M3级多部电子战设备，总价值超过2.5亿美元。如今名单上又多了一套号称先进的 S-400。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俄军利用海上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河口对乌克兰海军新菲罗波尔号侦察舰实施袭击。该舰由民用瓦西里·雅克文科级冷冻拖网渔船改造而成，据称袭击造成1人丧命，多人受伤。乌克兰海军证实事件，并表示大多数舰员安全，但失联水兵仍在搜寻中。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境内使用无人艇攻击乌军舰艇，这一行动构成了对北约成员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犯。虽然直接开战的可能性极低，但事件无疑将促使北约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无人艇的多次成功已引起美俄等国仿制和研究，而俄军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在北约领土实施打击，虽然战术上取得一定效果，但政治风险极高。这表明，未来俄乌冲突不仅局限于本土战场，还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地区安全和外交影响。随着冬天脚步临近，俄乌战场正逐渐进入新的临界点。一场可能决定走向的大规模冬季战役正逐步酝酿，而战争能否持续，关键往往不在于武器种类，而在于最基础的弹药供应。眼下，俄罗斯已囤积超过2200万发炮弹，而乌克兰即使背靠北约，实际获得的弹药支援却仅能覆盖自身需求的30%。俄罗斯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庞大的弹药优势，既源于其苏联时代遗留下的庞大军工体系，也得益于近年来的军工现代化改革。仅在2023年，俄国的炮弹产量就翻倍增长，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300万枚，今年目标更高达450万枚。与此同时，外部援助也在源源不断。伊朗提供并协助量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让俄军在战场上大规模消耗低成本打击手段。朝鲜则输送了约1200万枚152毫米炮弹，直接填补俄前线消耗缺口，占到俄弹药总量的近40%。除此之外，中国出口的部分民用物资，如火药与机床零件，也在维持俄军工链条稳定方面发挥了间接作用。多方助力之下，俄罗斯成功建立了可持续消耗的战争资源池。反观乌克兰，则显得愈发捉襟见肘。北约曾承诺为其提供100万发炮弹，但实际到货量远未达标。美国、德国等国虽加紧扩产，却难以匹配乌军每日约6000发的前线消耗，更无法与俄军单日超过4万发的炮火密度相抗衡。在多次关键战役中，乌军往往只能以几千发炮弹被迫应对。与此同时，持久战带来的人员损耗、经济衰竭，再加上美国援助一度被冻结的波折，都让乌克兰在资源调动和战略信心上承受着双重压力。北约内部的援乌疲劳情绪逐渐抬头，也让基辅的处境更加被动。在这种背景下，俄军近期对基辅发动了自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600架无人机与31枚导弹齐射，导致数十人伤亡，其中包括一名年仅2岁的女童。更严重的是，欧盟驻乌克兰机构大楼亦在袭击中受损。这一事件不仅震动乌克兰，也迫使欧洲做出更强硬的反应。据 Politico 报道，
欧盟委员会正酝酿将近2000亿欧元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直接拨作乌克兰重建与军援专项基金，从动用利息转向没收本金，以俄方的钱反制俄方的战争行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时确认，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即将出台，并强调这场残酷袭击只会强化乌克兰的抵抗意志与欧洲的团结。舆论普遍认为，动用俄资产不仅是欧洲对平民遇袭的回应，也意味着西方在援乌问题上的政策正走向更彻底化。然而，德国总理梅尔茨否认近期泽连斯基与普京会晤的可能性，表明停火谈判依然遥遥无期。由此，乌克兰与欧洲则必须在血与火中寻找新的生存与战略空间。另外，8月29日，国际军事界关注到一则重磅消息，由捷克牵头的欧洲联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180万发大口径炮弹。这一举措被视为对乌军作战能力的一次重大提升，可能对持续已久的俄乌冲突产生深远影响。捷克总统帕维尔宣布，捷克及其伙伴国将在2025年提供这一数量的炮弹，远超去年的150万发。截至4月底，捷克已向乌克兰交付部分大口径炮弹，并拨款10亿克朗。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表示，乌克兰今年已通过捷克弹药倡议获得100万发大口径炮弹，计划年内完成180万发供应。据悉，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在加大援助力度。英国此前承诺拨款1亿英镑采购炮弹，欧洲军工产能随之扩张，为乌克兰提供弹药保障。对乌克兰而言，这批炮弹可谓及时雨。充足的弹药将显著提升乌军作战能力，使其在战场上更具主动性。过去，由于弹药短缺，乌军在反击中常陷入被动，许多行动因火力不足难以有效展开。如今有了充足炮弹，乌军可在多个方向发起攻击，对俄军防线施加更大压力。尤其是在反炮兵作战中，乌军凭借反炮兵雷达和小型战术侦察无人机以及较高的训练水平，战斗力持续提升。例如，隶属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的第412复仇女神团今年3月摧毁了俄军1633门火炮中的282门，占比17%。2月还摧毁包括鼓山大炮在内的365门火炮。大量炮弹的供应将进一步增强乌军在反炮兵及其他进攻行动中的能力。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新的挑战。俄军原本凭借火力优势占据主动，但乌军火力大幅增强后，俄军需重新评估战场形势，加强防线部署，以应对可能的多方向进攻。乌军还可能借此炮弹对俄军防线进行试探性打击，寻找薄弱环节，从而增加俄军压力，迫使其投入更多兵力和资源。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欧洲的积极介入及军工产能爆发，凸显其在国际军事事务中的影响力。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后，欧洲通过自身行动维护地区安全秩序，这或将增强其在未来国际军事决策中的话语权。但这也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对全球安全局势产生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据《经济学人》与乌克兰多家媒体消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已经正式进入量产，并开始装备部队。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8月21日宣布，该导弹成功试射，其飞行距离超过3000公里，被称为乌克兰目前最成功的导弹。国防部长什梅加尔也证实了该型武器的列装情况。分析认为，火烈鸟或在苏联遗留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并结合了现代巡航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的设计理念。从外观与公开参数推测，该导弹翼展约6米，总重约6吨，搭载重达1吨的战斗部，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900公里，采用惯性加 GPS 复合制导，发射准备时间在20至40分钟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其单枚造价估算不足20万美元，远低于俄军 S-400拦截弹的成本。这意味着在战略消耗战中，乌克兰或将凭借性价比优势，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和关键能源设施形成更大威慑。另外，乌克兰数位化转型部长费多罗夫透露，已有超过1000份国际军工企业的武器测试申请送达乌方，并陆续有50种新型武器装备进入交付流程。
乌网友调侃称，看来各国都准备拿俄军当试刀石了。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安全局近日挫败了一起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策划的刺杀阴谋，目标是乌军达芬奇狼第108独立营营长谢尔盖·菲利莫诺夫。乌方成功粉碎行动，并揭露了 FSB 在乌境内以假身份大规模招募特工、策动暗杀的黑幕。好的，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